日向高市早苗一句话。台海有事就是日本有事，重点是下面这一句：日本不排除军事介入，直接引爆了中日的火药桶。解放军直接点名了日本39座机场、港口都在战场名单之内。今天晚上我们要告诉大家，一旦中日冲突的火苗烧开，会从哪里呢？居然是从台湾人最熟悉、距离最近的地方琉球，从这个地方烧开。要知道，琉球是台湾北方750公里最近的外援，2.8万美军在这里的存在，那是对日本、对台湾最重要的生命线。琉球一旦开战，会如何震动整个东亚呢？现在中国对于高市早苗的言论看起来不满的态度啊，直接的升高了。你看到、解放军报居然啊，直接专文出来写说，如果日本呢，他用武力介入台海问题的话，日本全国都有沦为战场的风险啊。那你知道，其实日本在之前啊，对于整个东南亚的这个东北亚的局势里面，有设了几个前提是呢，日本本身要出兵的这个条件。但你现在把说这个日本全国都沦为这个战场的风险，你觉得这个所谓的解放军报跟你开玩笑吗？没有哦，因为呢，解放军那个解放军啊，这个说出来之后，日本自卫队啊，事实上他们在上个月演习的时候就已经有使用他们全国39个机场跟港口这些东西来作为他整个演练的整体的事项，所以看起来中日之间啊，为了一个台海的问题啊，现在整个的这个局势啊，不断的往上升高啊。好，我就问了，安倍晋三。台海有事，日本有事，老早讲过，从来没有这一次高市早苗讲出一模一样的话，引发这么剧烈的共军的反弹。摆明了，你39个机场、港口这些据点，你在演练是不是？我要打，我先打你。会不会真的一触即发呢？所以现在看起来，中国是不希望让高市早苗的言论再往外发酵。如果其他的国家效法，那这个对中国来讲，绝对是他不乐见的情形。所以你看哦，前《环球时报》的这个总编辑啊，胡锡进啊，他立刻就提到说，其实中国的这个警告对很多人来讲前所未有，甚至还提到说，现在只是文字上面告诉你说，你日本要小心，但是接下来啊，中方啊还有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施压的措施。包含到说什么？我可以对你实施外交或者是经济上面的制裁啊！你看，中国外交部领事司啊，在14号晚上的时候，突然发布了一个通告，而且这个通告还居然是提醒他的中国公民说，你最近的时间不要前往日本。为什么？他说呢，中国公民啊，在日本安全环境是持续的恶化。那以前老实讲啊，只有日本人会觉得在中国里面可能有遇到一些你的限日令啊或干嘛的，感受到危险。他现在讲说，你中国公民到了日本去，可能你的安全是有问题哦。过去我们讲说这是两国人民之间的敌视敌对的关系，现在不是你回头扣回来，自卫队39个机场港口的演习已经都在解放军眼皮子底下。叫中国国人你不要去，免得挨炮弹，概念是这样吗？而且呢，你看他外交部领事司发布了这样的一个通告之后呢，没想到中国的3大航空公司啊，立刻宣布说，来，最近呢，如果大家要去日本，你已经买机票的。不想去的没关系，我让你免费退日本机票。说真的，以前你要是个人不想去的话，你退票是你退票，我要扣手续费这些。他说没有啊，全额让你退啊。那这个其实我认为在经济上面啊，他也希望釜底抽薪去攻击到所谓的日本啊。所以你看，不止武吓，不止文攻，连经济制裁的组合拳全部给用上。我就问，最重要是中国人民买单吗？事实上也有记者直接去问中国游客，中国游客就说。那个是国家之间的问题啊，我行程都排好，我怎么可能大幅度的去配合？所以老实讲啊，这个退票数据有限，而且再是民众他怎么看待这件事情？有一个指标，日本动画《鬼灭之刃》非常有名，对不对？他们最近11月14号的时候啊，他们有一个《鬼灭之刃》无限成篇的这个动漫的这个影片啊，在这个中国上映啊，没有想到第一天的票房居然冲破台币5亿耶！变成是当日的票房冠军。哇，那你不是口嫌体正直，大人一副就是在那边卷起袖子要开打了，结果人民买好买满啦。而且你看，这是14号的时候才上映啊。这也刚好就是在你这个外交部的领事司发布啊，就是要这个抵制日本，还有相关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武吓的这个言论出来之后，你知道吗？这个5亿的概念是什么？它是刷新了日本电影在中国的首映记录啊！这个不就是扎扎实实、实打实的人民用一张电影票告诉你，我们还是要拥抱日本文化啊。不过退一万步说，这个我们讲一句话叫做“御敌从宽，料敌从严”。
如果真的给他擦枪走火，从哪里呢？从台湾人再熟悉不过的琉球这个地方，一旦引战的话，会怎么惊天动地呢？最近你看到中国海警啊，在16号的时候发布了一个消息，他说呢，他们的海警13洞拐的这个舰队啊，以用舰队的方式，那个编队方式哦，有4艘先后进入了冲绳县的尖阁诸岛附近海域啊，而且还说，我们在这个地方啊，航行的非常顺利啊。你看画面上面所看到，事实上尖阁诸岛就是我们台湾这边俗称的这个叫做钓鱼台啊。而且呢，虽然是日本是讲说他们在这个地方拥有实质的这个管制权，但是呢，中国海警船说没有，我在那边航行了1个半小时，而且我这是在你日本所谓领海里面走，我也走得很开心啊。甚至你看刚看是这个所谓的海警船，对不对？他们的中国海军055型的这个所谓万吨驱逐舰鞍山舰啊，他也说来，我们也有编队哦。他带领了9洞3A 的补给舰，还有054A 型的这个护卫舰，总共是7万吨排水量的编队。他说呢，我们现在就贴着这个九州岛12海里的部分呢，我们穿越了所谓的大隅海峡。那事实上这一条航线哦，并非他们中国这个海军啊正常会走的这个航线，但是呢，他今天要进出，如果要进入到太平洋走那个地方，事实上会觉得说，我这个地方我进出无虞。可是你想想看，挑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点里面，刻意去贴着九州岛的12海里，那已经是进入所谓的领海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里面，所以你可以看得到，不敢讲说他挑衅，但是我认为啊，他对日本校正的意味就非常的浓厚。连万吨大驱都出动了，那回头你来看，他更釜底抽薪，他要挑战整个琉球岛的法律地位。其实呢，中国现在啊非常介意，就是说你日本讲台湾问题，好啊，那没关系啊，我们本来就有很多领土主权上面的争议，你偷哪里，我戳你哪里。最近呢，中共中宣部旗下一个中国日报的犀利工作室啊，14号发布一个影片，直接挑什么？挑琉球啊。他说琉球，你日本政府一直说琉球是你的，可是你们知道吗？琉球曾经跟中国啊维持500年的中梵关系啊，甚至他还把什么开罗宣言啊、波茨坦宣言这些东西要拿出来讲说，你的上面这些明定日本的领土是4大岛啊。那你想想看，你只有4大岛的部分，琉球的法律地位，虽然你说你现在拥有这个所谓的统治啊或干嘛，可是它的法律地位其实都是处在未定论啊。所以呢，你看日经新闻，他就发现到说啊，中国现在是不是在干嘛？他们想要策动琉球来进行独立啊，煽阴风点鬼火啊！你想想看哦，尖阁诸岛对日本对中国来讲，也觉得这个是未定啊。他现在去挑琉球，所以你看到10月份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呢，当时中方代表就曾经批评日本说，你们应该停止啊，包括对冲绳人民在内的原住民的偏见跟歧视。那也说实话，其实对很多人来讲，就觉得琉球啦、冲绳现在不是日本的吗？但是中国现在故意去挑那个话，要讲给谁听的？讲给你画面上面所看到的冲绳人民听的，说，你们怎么会是日本的？你们自己是独立起来的，不平则鸣，你们就上街吧。你看2023年习近平在视察中国国家版本的这个版本馆时啊，他就曾经说过说，我当年在福州工作的时候啊，就知道福州有什么琉球馆。琉球墓，还有呢，跟琉球的交往渊源很深啊。他说当时还有闽人36姓进入了这个所谓的琉球。他意思是说什么？他说其实琉球跟中国的关系其实更近啊，不是说什么说你日本管就你日本管。这个当然是刻意要挑起啊琉球跟日本之间的问题，可是你一定会觉得很奇怪，他没事挑琉球干嘛？因为琉球居然在整个的这个所谓的亚太的战略地位上面，也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枢纽位置哦。就琉球在于中日台，整个台海一旦沸腾起来，日本有事，台海有事，日本有事，琉球会是怎么样的存在？你看哦，以这张图上面来讲，这个是我们的台湾，对不对？那日本大概是处在这个的位置上面，没错。可是呢，琉球群岛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就成为是日本跟台湾之间重要的一个枢纽。是，特别是你刚刚看到说冲绳群岛刚好位在正中间的这个地方哦，那你可以看到美国基本上在所谓的美日同盟里面，一直把在印太作战里面跟补给的前线基地呢，设置在所谓的琉球群岛里面，特别是冲绳跟那霸这些地方。结果呢，大家就发现到像那霸，它是在第一岛链带上面的所谓的中继站。对，所以你想想看，他这时候去挑这个琉球，讲说，你又不是日本的，你们干嘛在那边？你们主权未定啊！你们其实很多东西啊，他当然是希望让这个东西啊，让日本政府去疲于奔命，说，我的琉球也很乱，我是不是应该去处理琉球问题，而减少去关注台海之间的问题啊？57报新闻的所有好朋友，军相又来了，谢谢大家，是你们的订阅数
加持了我们，让我们在4月6号中午过后破100万了，多不容易！你知道每一天晚上9点到11点，他在播的时候，我要盯着直播人数，升还是跌？一觉醒来，我要去看有多少人来点阅。一段时间，你们给了我100万的订阅，真的无限感激。最后，我要跟大家瞪眼看，再一次谢谢你们大家，同时请介绍更多好朋友来支持五七报新闻。俊相还有优秀的五七报新闻团队会继续为大家每一天挖真相。Come on, come on, come on.